欢迎收看就都妈的。如果你想转掉这个影片，请你就都妈的。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很恐怖的事情，就是诗。最近很流行的器官沟通师哦，就是他会摸你的器官，有，就跟你说你的器官啊，你的器官好像在痛，你的器官好像怎么样，而且还会讲得非常像童话故事。你的胃现在好像，我的胃在这边哦，对，他要摸着你的胃，然后说你的胃好像有点冰天雪地，感觉里面都是那种饥寒交迫这样子，他好像已经有几百年没有进食了。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很夸张，我觉得这算不算一种，就是大家在消费的时候要想一下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不用想，你光听到就觉得，我光听到觉得荒谬。我一看到那个器官沟通师，我就去查，想说其实他讲的真的没有不对，可是他就是把所有医学界的词拿来用成很像很美丽的语词去说而已。是，就是他只是把你类似你的胃少了很好的好菌，他就会说你的胃好像少了一个很厉害的搬运工，你懂吗？他就是把所有科学的词汇把它讲的好像是一个你听得懂的文，是你听得懂，然后又很漂亮，他把它拟人化吧？对，我其实我很想问他，他摸哪一个地方都有办法感受到吗？对，类似他摸我的脚趾的指甲你的指甲最近有一些斑驳。它因为斑驳而让它产生了锈蚀，那它的锈蚀呢会让你的指甲有一些微微的有点灰灰的在上面啊。其实你讲一句话就可以过了，叫什么？灰指甲。就讲了那么大串，他妈就灰指甲，而且还如果他算时间，他如果算10分钟给你算1000块，他3个字灰指甲3秒就可以结束了，还算你10分钟哦。或者是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们缺乏爱。他们缺乏陪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，就是他其实好类似，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跟他说，好，其实你这个就是胃溃疡，他会觉得说就这样，我一整个下午，我找不到人陪我聊天，我找不到人陪我沟通，我觉得我很孤单。对，可是如果呢，有一个人陪我聊天，说你这个胃啊，其实呢，现在都来当器官沟通师，让我来陪伴你。我的胃就是医生说我胃溃疡。OK。胃溃疡，我帮你看看OK， 你的胃，我听到有敲打的声音，铿铿锵锵锵锵，而且它的旋律不是那种很顺的节奏，它不是那种铿铿，它是空咔叮锵咣咚当哒哒咚当，它是有点乱无章法。你也可以当器官沟通师，我完全可以，而且我可以给你讲更漂亮的语词，更美丽的故事。对，除了器官沟通师很荒唐，我就有一个东西也是在稍微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宠物沟通师。宠物沟通师通常是两张照片，他就可以帮你沟通。虽然是连这个人都不知道，连这只猫的行为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跟他沟通呢？应该说，我想问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曾经去宠物沟通师？我有过啊。那请问你沟通完了之后，你觉得真的准吗？真的不准。宠物沟通师他都会讲宠物会发生的事，他会讲一个很大方向。比如说我7年前有沟通过一次，然后我就花800块30分钟，他就跟我讲，你的猫有时候会躲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会跳出来又跟你玩，就讲动。就真的会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是每一只猫都会发生的事情。或者是你的猫偶尔很文静，偶尔又很好动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我问他问题是，那我的猫爱不爱我？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，但是很多人都是想从别人得到正能量，没错。然后那宠物沟通师就会跟你说，你的猫有时候离你远是想给你空间，但靠近你，它是因为它爱你。对，宠物公司每次讲的话，每一个宠物公司讲的话都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你觉得说没有啊，我那个公司超厉害，他连我家的装潢都拆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看着你，然后他就讲说，你们家是不是正中间有一张桌子？谁家客厅正中间没有一张桌子？或者你家沙发是那种横的一个，然后旁边有就横的嘛，中间有一个大横的嘛。谁家沙发中间不是一个横的？你知道谁是宠物沟通师吗？你自己就是你的宠物沟通师了。对。
其实你如果养你的宠物够久，你就是知道你的宠物在干嘛的，你不用去问别人。你知道宠物公司啊，都是那种我跟他沟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就说来，我先看一下你的宠物的照片哦。他是我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才打开宠物的照片，他怎么就知道我的宠物嘞？好了，所以你够懂你的宠物，你就是你自己的宠物沟通师。还有算命师，算命师就是在来，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我阿姨她有一次去算命，算完，然后算命师说哦多少钱哦2000，我阿姨说哦你刚刚怎么没有算到，我不会给你钱啊。然后我阿姨就走了。我觉得就像你最讨厌的星座一样，他因为我觉得算命师越来越厉害，是他算过越来越多人，他算过1000个，他算过10000个，他知道怎么讲会让你觉得不会中。对，而且他可能用你去问他的问题去归纳出类似这500个曾经问这问题的人，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。他用同整归纳去讲出一个你应该会发生的，他就是赌那个几率，赌那个几率中了之后，他就可以越收越高钱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刚刚讲的也不对，就是意思他会跟你说，类似他说好，你7月有一个你的财位在东边，你一直觉得我7月会发财。所以你会努力的想要干嘛？发财。那就是有另外一个职业啊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就是那个其实就是心灵咨商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心灵咨商是非常重要的职业，这个有执照，对，我们愿意相信。千万不要再算命了，因为你要去算命，不如去拿这些钱去心灵咨商。最后一件事情，塔罗牌钥匙。我给你抽3张卡就知道你的未来。感情，我跟我男朋友出状况，我要去找塔罗老师来，请抽3张牌，就可以但你抽3张牌就可以告诉你的未来。我觉得这就是又回到那一件事情。我觉得，所有的沟通，他们用那一些物品跟那一些东西都是媒介，会让他自己的这一个方向跟这个沟通成立。对，所以他拿东西当这个媒介，他告诉你说，我要说的话都是因为这些物品而成立。就多妈的粉丝，如果你是站在就多妈的这边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说，我完全同意你们说的话。就多妈的 JD 磁吸支架，免充电也可以牢牢吸住，自由旋转，随手折叠，角度想怎么调就怎么调，一吸即稳，解放双手超方便。点击链接购买吧。反正呢，就是一句老话啦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加上，如果你有这些时间呢，去算塔罗，你干嘛不拿这钱去投资你自己？如果你觉得你的感情不顺遂了，去努力啊。对啊。对，为什么要去抽3张牌，然后让别人跟你讲你的感情？你还不如跟你男朋友好好沟通，跟你女朋友好好沟通。对啊。好，如果你觉得你的狗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它最近都闷闷不乐呢？好好去关心它，或者是去看医生，看宠物医生说它是不是病了，说不定它真的不理你，只是因为它真的最近胃不舒服，或者真的胸部不舒服，去找宠物医师。而且我的宠物公司还有跟我说，你的猫是最近胃有问题。我想说，哇，你从宠物公司已经变成宠物医师了耶。你会花800块去算塔罗牌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呢，好吧，我必须说，愿打愿挨。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，那你就继续去，继续去付钱给他，抽3张牌看你的未来，你就继续付钱。因为就多妈的这个频道呢，会有多拉来留言，你有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留言，让他来回答，不要去花钱了，把钱花在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今天看完这集，你原本要去算命，原本要去宠物沟通，原本要去塔罗牌的，直接抖内，不用再算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下面留一句，类似你在下面留一句说我最近跟谁怎么样，或者最近的身体怎么样，我最近跟我的宠物怎么样，或最近我跟情人怎么样，我跟你讲，你随便留。我都可以在下面直接回你，只要我回你有打中你，请你抖内，拜拜。